这位是 Mega 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当地一位比较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痛批川普作为忠实的 Mega 支持者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中国学生待在美国。他认为中国会窃取美国的技术。川普其实说出了大实话，就从封杀到抢人，为什么突然变得真香，并不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多厉害，而是钞票真香毕竟是现实的经济因素打脸。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每年可以贡献140亿美元的学费和消费，是占美国国际学生总贡献的1/3。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中美之间的，不管是在经济、科技，甚至 AI 大战持续的开打。一向反中的川普，这一回接受了福斯新闻的专访，大改口说呢，要招60万名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到美国去，被视为是要替中国，难道要打造大陆的工程师大军吗？今天我们都会一次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川普现在变脸了，骂完中国之后，又突然间要保护起大陆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川普替中国留学生说话。这一回可是惹毛了自己的基本盘为什么他要替大陆说话呢？是选前的操作，还是来自于金主的压力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解读。第二件事情，刚刚说了，开放的留学生数量达到了60万人，但是现在 AI 中美之间不是正在冷战吗？为什么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川普替中国来打造自己的工程师那么川普放了史上最多的中国留学生进来，学者怒批是在帮中国养AI 军团。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台湾的部分也跟着美国一起来这个欢迎陆生。陆生的数量确实有增加，但是学位生的部分是没有增加的。陆委会现在怪中国大陆，真相真的是这样子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就这些议题来做解读。好，赶快来看到川普过去不断的威胁中国威胁论，并且他说了要撤销在美国的这些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比较吊诡的事情是，就在这几天11月10号的时候，川普接受了福斯新闻的专访。这位女主播她的问题蛮尖锐的，她提问川普说，中国留学生偷了在美国的技术，为什么一定要招募中国留学生呢？法国人难道不好吗？没有想到川普是当场反撬这位主持人，他说：“你真的觉得法国人比较好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并且他也帮中国大陆做辩护在11月10号他接受专访的时候，他说呢，如果减少了外国留学生的数量，会造成美国大学的财务上面的打击，甚至可能会倒闭。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说，你不想要把这些来自世界上1半的学生都砍掉，那会摧毁我们美国的整个大学和学院的体系。我并不想要这么做。好，这个话一出来之后，是立刻受到了美国自己内部这些保守派的反对赶快来看到这位是 Mega 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当地一位比较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痛批川普，他是这样跟他讲的：作为忠实的 Mega 支持者我不想让任何一个中国学生待在美国。他认为中国会窃取美国的技术。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请教汉庭怎么看了？为什么川普一向都在说这个中国威胁论，这时候态度要180度的这个转向，替中国留学生说话了？是有什么样的政治考量吗？那面对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保守 Mega 势力，川普接下来会怎么做呢？才不会分裂自己的基本盘？川普其实说出了大实话，就从封杀到抢人，为什么突然变得真香呢？并不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多厉害，而是钞票真香毕竟是现实的经济因素打脸。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每年可以贡献140亿美元的学费和消费，是占美国国际学生总贡献的1/3所以这么多钱，你通通都不要吗？那这一些能够创造的产值跟经济价值，你也都不要吗？如果按照当初川普的早期政策，要砍半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全美将近有200多所的大学会面临财务的危机，中小型的院校更可能面临倒闭。而第二个呢，当然它也面临到了国际的人才竞争压力所以美国 STEM 领域60%的顶尖 AI 研究人员呢，都有中国大陆的背景。所以黄仁勋就曾经警告，你如果完全限制的中国的人才，美国就会失去了技术的领导权。所以包含像特斯拉跟微软，过去其实也多次跟川普说，哎呀，绝对不能够限缩这个人才都我们全世界的人才都要有
那第三个呢，我认为他也在针对选战层面的一个扩大盘子。他可能也意识到了，就是单门靠这个硬核的来对抗中国大陆的议题是没有办法涵盖所有选民的要求，所以也可能想要扩大支持面，比如说教育圈啦、国际的人才圈啦，或者是跟教职员的利益攸关者。那当然，他的这个做法就跟过去长期支持的MAGA 派是大相径庭的。核心的支持者呢，长期就是反中然后呢，这个保护国家作为一个诉求。所以当川普说：“哎呀，我们要有更多的中国留学生”，那当然对于这些保守派就会觉得很纳闷，这不是我们过去所反对的吗？对，所以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跟钞票主义之间的一个撕裂。MAGA 的铁粉他更在意的是一种文化的纯粹性，就哪怕学校倒闭都不应该放中国人进来，都应该要对吧？那就是这样。所以，川普的转向实质上就暴露了美国保守派的结构性矛盾：一个是经济的现实也需要中国的人才；第二呢，文化的焦虑却驱动它整体的排外情绪。那当然，最后会不会影响到它整体的这些所谓的选票其实有裂缝的风险，但不会爆掉整个基本盘嘛。如果川普接下来呢又能够巧舌如簧，告诉大家，哎，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美国好啊，对不对？为了高效啊，为了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啊。好，那他的支持者呢虽然会不满但未来肯定也能够继续容忍。但如果支持者认为他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中心思想，当然就会大幅离开。但是因为川普他在其他的很多政策方向当中，仍然是会保持他继续的美国优先主义，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只要他能够继续的说明，那相信呢不会对他的资本盘有太多的变动。好，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说为了钞票的现实，还有经济的现实，现在川普决定要招募60万名的留学生。那现在一个排程已经出来了，就是未来2年内是60万名来自于大陆的留学生签证会来做，那么创下了这个数字是会是史上新高的。美国前国安顾问就痛批他说，我们不需要再引进另外60万名的中国间谍了，这话说的蛮难听的。另一方面，除了来自于自己内部保守势力的压力川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时候也做了分析，中美你们之间不是正在做 AI 竞争吗？那你这个时候帮中国大陆有点像是培养这个 AI 人才，会不会影响到美国 AI 未来的竞争力？虽然他提到了美国现在仍握有最强的 AI 模型跟1000亿的这些投资金额，但是大陆不可小觑啊！大陆目前拥有庞大的工程师群，而且它有低成本的优势，并且整个国家都在主导整体的 AI 发展。怎么看这开放60万名留学生会不会帮中国训练更多的科技人才？那川普这一次刷新纪录，放了最多一批的留学生，不怕输掉科技战吗？李将军怎么看？我们蛮讶异的哈。这个在美国来讲，以他这个这么强的国家，我们现在才突然发现说，原来他这用在教育的成本是这么的少。那在一般的学子来讲的话，大概自己都要花很高的这种金钱学费才能够去就读所谓的名校。大部分美国的学生来讲的话，他都要靠贷款才能够去念书。然后念完书之后，毕业以后，当然你这等于说对投资自己了你这个投资了多少钱？那你后续来讲有没有机会回本回收？那比如说你假如说念的是哈佛、耶鲁等这个常春藤的名校来讲的话，你以后就业或许你赚的钱可以将这个学贷还完。大家记不记得在拜登时代的时候就曾经说要对这些有些学生他当初学贷的金额提出减免？那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美国来讲的话，其实你念书是很贵的。如果说你念的是好的学校，或许你还有机会工作上可以拿回本钱。但如果说你读的学校不是很好学校，那你这辈子永远都在背学贷当然，我们讲中心之本就是在人才。那美国现在来讲，跟美中的对抗大概不外几项。第一个就是在地缘战略上面的围堵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印太地区的Quad，或者是奥克斯跟澳洲的集团，或者是五眼联盟甚至于跟日本现在想要成立一个小北约这种形态，对中国来实施围堵。但是我们看到这方面来讲，可能这个也力不从心的，因为今年来讲。Quad来讲的话，印度就不参加了嘛然后甚至于在南海这边来讲，菲律宾来讲自己也没有那能力担负起围堵中国的责任。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是在军事上面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压过中国，但是
从这个第3艘福建舰成军之后，然后紧接着后续可能076也成军哈，在各种先进无人机的这种研发状况之下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军事方面来讲，可能美国哈这个目前看起来最起码中国哈在这个亚洲地区来讲，或西太平洋地区来讲，它有绝对的优势。那关税贸易现在来讲，这是很明显的，川普自己承认，跟中国已经是美中2个G2的两大经济集团已经形成了哈，它不再可能有机会再去打压中国。那唯一能够打压就是科技。那我这边讲几个数据给大家听哦。大家认为说是 AI 来讲，就算是你60个留学生到美国去以后，只是让中国更加强大。第一个来讲的话，黄仁勋有讲过一句话哦，他说如果说你们要问我说中国什么时候 AI 科技可以赶上美国，他说5到10年。生成式的 AI， 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哈。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因为中国有100万人24小时不停的在做 AI 的这种研究、研发的大规模的这种研发工作哈。但是美国是多少人？美国只有20万人哈，人数上面它只有它的1/5，而且美国人要休假哈，这个时间到了他休假，他不可能24小时。不停的在工作哈。第3个，他认为说是发展 AI 来讲，决心跟毅力，那这一点来讲，我相信根本没有问题。中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出来已经列为国家重大的战略的发展的方向，所以未来的 AI 科技哈，在这方面，我想大陆发展一定会突飞猛进。然后最后我们讲一个哈，美国最担心的是华为这家科技公司哈。华为来讲，这个它现在的升腾910C 这个晶片哈，这个黄仁勋他说，他这个晶片跟他自己的 NVIDIA 最先进的 H100， 当然贝克威尔更先进了，他原来是 H100，他说升腾910C 的速度只是 H100只比它慢了8到12%，也就是但是它的数量哈，每个月他说每个月哦。910C 可以做20万片，那你看这种数量是怎么样的惊人呢？所以最后我认为说是，如果说是美国继续在科技方面这个继续打压中国，那制裁中国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制裁结果只会就把这个 AI 最后冠军的奖杯是美国自己亲手把它颁给中国。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刚刚提到了嘛，所以美国现在说要这个招募的60万人，保守派势力也就说了，他们担心说你会不会这样做，反而有助于中国打这一场科技战呢？因为现在美国眼前最害怕的问题也是跟中国打这一场科技战。除了在美国方面针对这个陆生有所这个政策上面的修正之外，台湾的部分也跟着美国的脚步在做修正吗？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有关于大陆的研究生在台湾的人数，去年是2296人，今年只有光是1到6月，其实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数字，达到了3046人。另外，在这个短短的暑期2个月的时间之内，台湾多所大学邀请了100位的陆生，500多位的陆生来台研修，并且还有400多位的陆生来台湾参加这些母校的校庆。但是比较吊诡的事情是，现在看起来虽然研究生的数量有在增加，但是有关于陆生新生来台的数字仍然是5年来都是持续的挂零。陆委会也同步喊话了，就说是中国大陆那边在卡人。干哥怎么看？我们看这个新闻，如果说不给你解析一下哈，你不会理解，因为上面好漂亮啊！你看去年来了2296名陆生啊，今年到9月已经有3046名了，那不是很多交流吗？啊，就是好像来来往往，这个非常的热络啊。不是，这些都是研究生，而且是短期进修生，大家能够理解那个感觉吗？所以到了最后才告诉你说，5年来台陆生新生是0，没有一个可以到台湾来念书，那就是基本政策出了问题嘛。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川普这样子，他愿意开放陆生来，那结果我们自己台湾呢？台湾跟大陆是兄弟，是同文同种，然后我们竟然可以说，我们还是欢迎你来，但是你审核就不会过。陆委会主委，我们的那个邱垂正他怎么说？从来我们对于学术交流都是健康的、支持的，从来没有阻挡。而且我们认为说，在那个赖清德总统今年3月有提出来说，对于大陆工作17项的工作，他说那个主旨是我们以后两岸交流要尽量不要政治化，
啊，尽量要这个这个去风险化等等。但是问题是你对于大陆的学生来台念书，你真的非常的严格，不要跟我讲说这种表面上风光好听的话，但实际上你今天对于大陆的任何一切，不管是人事物，要进到台湾来的话，是前所未有的严格。然后呢，我们只要听你这样子讲，我们马上就想到一件事情：你对于那些发表不当言论的陆配，我说句实在话，你可以用相关法令来办他，不是，是驱逐出境。如果今天你对于陆配是这样子处置的话，那谁会相信你对于两岸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还存着几分的敬意跟几分的期待呢？你根本就是要封杀跟扼杀，你的做法比川普还要恶劣，还要可恶，还要令人不解，还要令人震惊。我相信川普自己本身都会觉得说，你们同文同种可以做到这样，这怎么能够让人家相信？所以邱垂正，你也不要再讲那些我们听不下去的话，因为人家就是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我可以告诉各位，很多公立或私立的台湾顶尖学府，他们不想审，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陆生送件的话，到了陆委会又会碰壁。答案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们都比较倾向于拒绝去审这样的东西？久而久之，然后大陆方面他们也不让陆生来台了，所以5年来陆生来台是挂零。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跟我们的观光一样，中间有一条，他讲说，照今年9月有3046名研修生来台，超过去年整年的入境人数。什么入境人数？观光入境人数比观光客还要少，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入境的那个研修生要比观光客还要多，观光客还比较少，大家了解那个意思了吗？所以这是两岸之间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应该好好检讨。观众朋友，欢迎再回到《环球大战线》的节目现场。著名的中国思想家孔子曾说过呢，有教无类哦，他收学生。不看你的这个身份限制，不论你的出身贵贱哦，只要你有志于学呢，他都乐于教诲。那每个人都有这个接受教育权的权利哦，因为知识就是我们人类成长的原动力嘛。但是现在川普政府却在做一件背道而驰的事情，他竟然把留学生的签证现在当成了一个武器，在武器化。近期呢，就至少有4位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呢，他们被美方给注销了签证。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的说法是，美国签证啊，它其实是一个特权，它不是一个权利。那它只能留给能让美国变得更好的人，而非那些试图从内部要摧毁美国的人。这个话就讲得有点严重了。这些学生他只是去这个美国读个书而已，好像现在就要被贴上每个都是间谍，每个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啊？这真的是有点荒唐。而且这种不友好，我们也从一个数据上发现，就是原本呢，美国是中国留学生海外就学的一个首选，但是近期这个川普政府的种种不友好，让这个名次现在掉到第4名，落后了英国、加拿大跟新加坡。那今天我们在现场有2位都是教育的工作者嘛，见到美国政府把这个国家的经贸战略，还是说经贸的对抗，还是国家整个大战略，你要在商场上或者政坛上打就算，你把它伸进到校园里面，然后呢去打压留学生的受教育权。马教授，你看在眼里是什么感觉？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整个发展，我觉得蛮可惜的吼，因为在过去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包容性很强，然后它可以吸纳全世界顶尖的人才去美国工作，或是留在美国。那我想这个过程里面，这个高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啦，因为全世界都想去美国留学，如果它不是太贵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想去吼。但是现在，其实这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其实在这个过去的可能10年里面，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的发放本来就收得很紧，特别是他们在一些比较敏感的这种科系领域里面，它其实抓得很紧。那主要的原因是在美国政府有很多的这种军事武器的开发或高科技的开发，它其实是政府委托给这个顶尖大学去实验室里面做研究。那其实这是很难讲，就是到底它是军用还是民用，其实就是一体两面。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或者是他对他敌对势力的这个学生进到美国念科系，本来就有很大的约束。
甚至美国其实也要求我们政府做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对中国大陆的以前还可以交流的这些学生，就是要特别注意，有某一些实验室或者是领域是不能去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当然也是有它的道理啦。不过整个发展上面，如果是因为美中现在的竞争氛围太重，然后导致社会交流开始停滞，乃至于倒退的话，我觉得对整体的这个美中关系或世界的和平，其实都会有很负面的影响。是，确实哦，川普政府的作风啊，其实不只是国际看不下去哦，包含美国自身内部啊，其实也有不少的反对声浪的，尤其是高等学府。最近川普就跟这个全美历史最悠久的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杠上了。怎么说呢？包含他们打压国际学生啦，削减联邦研究资金啦，废除多元平等包容这个 DEI 政策啦，打击校园的反犹太主义等等各种理由，就是要整顿你，要修理你校园。好，也惹怒了高知识分子。那即使面对了高达22亿美元的教育补助款遭到冻结的威胁，不过哈佛人还蛮有骨气的哦，他们是严正拒绝了这个政府要求的管理结构的改革跟招生的政策。这个举动让2位这个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拜登都替哈佛先点个赞。好，作为这个精英摇篮的哈佛，可以说是校友满天下，不止在美国，在全球政界、商界哦，都有他们很多这个毕业优秀的校友。川普就不怕担心这一次把这些人都得罪了遍吗？可能里面有很多是金主那以他就任以来种种的出格之举，这明年的期中选举还怎么玩？来，干哥。好，那个川普说啊，哈佛，你啊，如果不修改你的校园治理跟招生政策的话，我将冻结联邦22亿的补助啊。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川普他一定第一招在前面，他后面还有招，就是说我先冻结你22亿，不是小钱呐。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我就停止你的免税。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学，尤其是这个可以排到前10的全世界知名学府哦，他们真的都是免税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进行非常多大型的研究计划，医学啊、科学啊各种方面。如果说你要停止它，就是说让它不能免税的话，那这个完全违反学术伦理嘛，对不对？所以连川普连这种事情他都可以干得出来，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人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你这个学校在他的眼里，他只是说，哈佛已经变成一个笑话 ，is a joke， 而且呢不是顶尖学府了啊，你们不配再拿联邦的任何的资金。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知道美国的税法就是把大学认定是公共资产的一部分，它是为了教育目的而存在的，所以它当然免税嘛。就像我们现在国内的学校是一样的道理。那你怎么可能说直接叫国税局去问啊？那还有国税局能够查大学的，这第一次听过。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老实讲一句，哈佛它是骨头最硬的啦。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普通学校，前面第一个遭殃的叫哥伦比亚大学，是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就是哈佛。但是你知道哈佛每年它还是需要联邦挹注的资金。当然，虽然哈佛自己本身光是校友捐款，现在累积的捐款达到530亿美金了，可是不能够坐吃山空，所以哈佛人现在也很紧张。但是哈佛的那个校长贾博就说，从来没有美国总统可以指挥我们大学要教什么内容，聘用什么人，招什么生啊，对不对？你现在说多元啊、平等啊，还有那个 DEI 计划他说这个要关掉，为什么？因为你们跟这个，我坦白跟你讲好了，这个就是反美反犹太了啊。反正我对于你从以哈战争之后这种反犹太主义的兴盛，在你们哈佛的校园里面，我实在是不想再听了。所以你要再听的话，我跟你讲，你们哈佛就是找了2个莫名其妙的学者来，那2个学者大家都认识，一个是前纽约市长白思豪，一个是前芝加哥市长那个莱特福特。他说这2个是极左派的蠢蛋，为什么？他们在当市长的时候从来没有把市政做好，那现在还被哈佛请去当什么政府运作跟这个国家管理的，他说怎么叫这2个人来教？那越教越糟糕。意思是川普自己来教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说川普他在这个战役之中，他不打算退缩，但是哈佛是很有骨气的。究竟会演变到什么样的地步，其实
不是只有全美国的学术界在看，是美国的精英都在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哈佛每年所这个生产出来的人才，那是全世界所共有的，会怎么发展，拭目以待。好，继续观察到是跟哈佛大学一样，勇于站在跟总统对立面的呢，还有一号人物，他是谁？就是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哦，这个杰伦姆·鲍尔也算他一个。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Fed 掌握了美国升降息的大权嘛。在这个川普化身川投顾之前啊，其实鲍尔才是一句话呢就能决定全球股市涨跌的男人，而且他跟川普的过招也算是老江湖了。要知道，鲍尔会当联准会主席呢，其实就是你川普第一任期提名他的。那当然家大业大的川普啊，他当然希望是降息嘛，但是鲍尔就是不听他的话。各守专业，一切的数据就是看美国的通膨数据，还有各项的经济数据指标来当美国升降息的参考，而不是美国总统说赶快降，赶快降，我就降给你看，他没有这样的考量。所以呢，这位鲍尔他就是玩这种专业至上，他也不跟你玩什么忠诚游戏的官员，是不是？如今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内阁所欠缺的，因为里面一大堆就是川普的马屁精嘛，都在拍他马屁，所以鲍尔这种独立走自己眼光的人，是不是才被排挤、被讨厌？聂老师，你认为？对了，这个我们讲央行在大部分的国家，它都比较偏属于这个中央这个所谓的独立行政机构了，因为它所做的政策不能被说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所动摇了，因为它会这个动的这个要这个你动错的方向，你这个整个动摇国本，所以我觉得它独立行政机构这个很重要，但是重点还是这个做决策的这个最主要的人，就像你讲 Powell， 他会不会因为慑于这个川普的这个威吓呢而担心嘛？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现在找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中心内阁嘛，就从这个财政部长这贝森特、商务部长这个卢特里克，这些都是完全的中心，甚至他的这个经济顾问像那个纳瓦罗啊，这个米伦啊，这些都这样的中心。所以呢，大家如果全部大家都一致的拥有他的，他可能会越做越烈。不过很重要的，因为央行或者我们讲美国叫 Fed，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执行者，就是它完全是依什么呢？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成长或它通膨失业来做决定它的下一步走势的，所以它一定要以它的专业判断，它有它的责任在，所以它不能因为川普这个总统呢现在有点疯狂是想做某些事，他就随之起舞，他没有办法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再回来讲一下，刚才大家都讲到这个川普想要的东西呢，他做的事情和他要讲的话呢，都已经得罪到太多的人了。现在我们讲这个，我们讲精英的摇篮被他打击成这个样子而且我讲不好听一点，我觉得他们也很笨，他现在把人家的签证拿走。各位，我在美国这个待了10年了哈，读书工作待了10年，我们非常清楚，美国非常多的这个精英是各国人才的这个精英都留在美国，而这种这个精英的摇篮，实际上他不是光美国人，是各国来的人，这些人帮着美国在 NASA 建造了这个很好的航太的这个技术，甚至 ChatGPT， 你看里面很多都是华人啊，这中国人在里面去设计，这些都是精英。你先把这些精英的这个签证拿走，这些人才将来就不去了，这对他们是很大的危机啊！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们要签证的确难，那当然后来就是因为他们签证区，然后人才也多了，才有今天的他们哈。不过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下，他现在真的得罪到的哈，真的现在讲到这是学的部分嘛，产官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讲学，你看这个不管这个各个学校，将来我想都会有一样的这个认知，然后来可能对他有所谓的反思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产的部分，我们知道最近好像有很多的商业大佬都起来说他滥权啊，这个伤害到他们的企业利益。那现在就是关的这部分哈，看起来他的中心内阁在他上选的时候呢，就全部安排了自己的人，对，大家都非常中心是用人真的是中心内阁。可是你知道，他也在很快的1个月内呢，用了各种方式，甚至用斗举有没有去打击了这个，尤其他针对的民主党也把民主党几乎很快就打趴了，甚至把这个拜登啊，这个史蒂芬，他叫他这个睡觉的舅嘛，对不对？睡觉的拜登骂到狗血喷头，所以我觉得那这个能够现在能够跟他完全反制的很少，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太过激进的做法，产官学不敢言的人，慢慢都开始要讲话，也慢慢敌对了。那我现在最后要讲，就是 Powell 真的不太一样啊，因为他的位置就像2018、19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在升息的时候，他也是希望又救经济，也跟这个当时这个 Fed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争议，现在又发生了。因此，那当然 Powell 我相信他还是会以美国的这个经济走向为主，不会照着他的这个方向去走。因此，川普他的计划想要走得很顺，
可能会这个阻碍这个重重了。这一节我们要特别关心的是大陆的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在今年的游戏大奖 TGA 获得最佳动作游戏、玩家之声2项的殊荣。不过最后呢，它的最大奖年度的最佳游戏是最终由索尼旗下的宇宙机器人给拿下了。那这引发大陆网友就很不满啦，要 TGA 说你可以退出中国市场了。有人说呢 ，TGA 根本就是野鸡奖。而《黑神话：悟空》它的制作人是冯骥，当然是很失望了。14日晚间，他有感而发他就说了一些话。他表示说呢，没有明白这次年度游戏他的这个评审的评选标准是什么，我白来了。不过呢，他还是很高兴说，中国制作的游戏已经被全世界都给看到了。那么，这是中国文化人才能被看到的另外一种机会。相信中国的游戏产业能够更有成就。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虽然没有得到最大的奖，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华干哥，你怎么看？我最不服气了，为什么？因为我有陪练这个《黑神话：悟空》，我光是陪练了一整天，我才知道《黑神话：悟空》绝对不是一般游戏玩家所可以进阶的。你了解我意思吗？它非常的复杂，但是它非常的中华文化化，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中华文化，你才有办法打得好这个游戏，这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冯骥啊，就是这个制作人，我还是要再给他一个鼓掌。然后这次你知道这个叫 TGA 是什么 ？TGA 就是全世界游戏的奥斯卡金像奖。那所谓最大奖就是最佳男主角奖，对不对？最佳男主角奖颁给了不是《黑神话：悟空》，竟然颁给了索尼旗下的叫宇宙机器人。宇宙机器人的知名度没有《黑神话：悟空》的一半，但是他竟然得到这个奖。可是呢，那个 TGA 他也知道说，如果《黑神话：悟空》都没有得奖的话，那可能他们以后 TGA 也不要在中国混了，所以他们也给《黑神话：悟空》颁了2个奖。那2个什么奖你知道吗？叫做年度最佳动作游戏奖，以及玩家之声奖。那其实最大奖叫做年度最佳游戏，那你又把它改成年度最佳动作游戏，你这样画蛇添足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字越少，含金量越高；字越多，就代表说，哎呀，这个我们颁一个安慰奖给你，这个意思就这个了。所以许多网友就说悟空输给小机器人不能接受，这个是野鸡奖如果没有得到黄金奖，那就是野鸡奖了。你们真的选了个锤子当成你们的男主角，所以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真的觉得说是真的感触很深啊，就是说小心我们反击你就是说这些网友讲的话都是非常尖酸刻薄，而且很直接。但是我现在只是要讲说冯骥他的讲法，冯骥他劈头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年输了，我可能明年还会输。”这句话大家去想一下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做游戏的人，他今天不会去意气用事，他认为他今年输了，如果他再不努力，他明年可能还是会输。不过我是不晓得今年为什么这个奖颁的那么奇怪，有一点白来的感觉。冯骥你继续努力，你不会白来。你让中国游戏再次在国际上发光发热吧。好，所以黑神话悟空我们看到是代表中国产业它的科技业的崛起。那当然就美方会很担心了，打了这个科技战之外，在军事上面最近美方也非常的小心要打起也更有警惕感了。而且呢，我们来看到是美国最近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这件事情就很吊诡了，禁止美军超市来销售中国大陆的大蒜。说这跟国安有关系而且刚好最近有参议员美国宣称这个中国栽种的大蒜有食安问题，还奴役童工，呼吁美国赶快发起301调查针对这些事情大陆的外交部毛宁呢就半开玩笑回应说，相信大蒜做梦都想不到竟然能够对美国造成极大的威胁。另外是发言人林健也在社群平台上面，他贴了一张象征美国山姆大树的照片，就是像吸血鬼一样看到大蒜露出很惊恐的表情。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还让大蒜成了美国的国防法案来去立法，老师怎么看？首先澄清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国会通过的一个决议它其实没有绝对的法律拘束力，它是一个建议性质。
美军超市销售中国的大蒜，中国大陆大蒜是世界出口 No.1 是没错。然后过去其实也被美国有过好几次苛征关税调查，因为认为影响到美国本土蒜农的这个销售。可是呢，一提高之后呢，就发觉到市场的价格就在大涨，然后老百姓都受不了。你不要说，其实西方的食物里面吃这个大蒜的比例是非常高哈，不是只有我们在吃大蒜。那因此后来又恢复正常，所以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就是农产品的攻防。那个参议员呢，可能对他自己的选区或者是对中国的大蒜的一些批判。但我觉得这个 Scott 哈，他讲的话真的不是说最愚蠢的，只有更愚蠢。你难以想象，不可思议。他怎么说？他说中国的大蒜是在污水中生长，在令人发指的条件下被漂白收割。那我们台湾的这个蒜也都是漂白的哈。然后他甚至说，都是在违反就是童工啊，甚至奴隶的情况之下，这种东西都完全超乎一般人的认知。那他这种发言，那这位 Scott 参议员他是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他其实以前做过佛罗里达州的州长，72岁，很资深了。他大概是想要表达一下，怎么没有我的位置给我在川普的内阁里面，对不对？你在我佛罗里达，我又做过州长，我又做过参议员，结果我也没有任何的位置，就做这个发言，然后呢表现出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批判。可是又很吊诡的是，那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大蒜生产很多吗？全美国其实生产最多的是加州，但是呢，这个是占大概有将近70%以上。佛罗里达州甚至连前5名都排不上。那个第2名排到第7名，加起来还是加州的大概只有1/9，所以我是觉得这又跟佛罗里达州的农民没有关系，所以他不是真的在帮农民讲话，他只要凸显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反中仇中，然后可以无懈这个最低底线的去讲一些我们不管是你反任何的一个什么东西，你讲出了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中国的回答也就啼笑，只能。就是说你的这种发言让人啼笑皆非了。好，所以美国对中的打压，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大蒜针对这个来做文章之外，现在还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来做文章。川普第一任期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他曾经限制签发中国留学生给他们签证，说他们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嘛。那这一次其实呢，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就非常的紧张了。听说呢，今年的这个假期过年春节他们是不打算回去的，怕说接下来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他们就不能再回美国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在第2任期的时候，川普他就有可能会来在首日，他说他要终止出生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不能够自动取得公民了。川普已经即将上任了，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留学生都非常的紧张，接下来可能会采取哪一些措施？有没有可能这是比较歧视性的措施，还是为了国安理由？县长怎么看？其实美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大国，有2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前一段讲的充分竞争，但是充分竞争现在竞争不了了。刚刚讲说有关于大蒜的问题，黑大蒜比较值钱啊。如果按照这样讲法，干嘛漂白呢？不漂白反而比较卖的价钱更好啊。那至于黑悟空，刚刚干哥所讲到的黑悟空的问题啊，对不起啊，无论是裁判、主办、协办都是我的人，当然是我的第1名啊。你们黑悟空怎么可能？接下来就是美宝的问题，美宝的问题其实就是移民的问题。美国之所以有现在，不是土生土长单纯的美国人强，而是移民进来强，因为他吸收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移民进来。那在这么优秀的移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 DeepSeek 到现在上线已经多少天？才短短的20天，现在创下了全新的一个纪录。我们来看到这个每日的活跃用户数，现在正式的每天几乎都是突破2000万了。这个数字其实呢，已经达到现在在 OpenAI 旗下它的 ChatGPT 的每日的用户活量数达到了41.6%，4成的一个高成长幅度，成为目前全球 AI 的应用程式这个上升速度最快的一款程式了。受此激励，我们也看到了 DeepSeek 它的股价反应的非常好，
过去连着3天的交易日上涨幅度高达了34%。当然了，现在 DeepSeek 崛起，美国总统川普当然非常紧张了。他现在呢，把眼光就望向了辉达，要他限制住他的高阶 GPU 不可以再流向中国大陆。然而，我们看到辉达执行长，他倒是态度相当的轻松。黄仁勋怎么说？他说外界对于 DeepSeek 真的是反应过度了，真的不需要这么紧张啊。另外一位是 Google 的执行长皮查伊也是看得相当的轻松，他反而是称赞说 DeepSeek 的团队表现的都非常的好。所以呢，他说在今年度他们针对 AI 的话，要提高他们的资本支出，达到750亿美元，这个增幅持续的增加，而且甚至高达了40%的一个快速的幅度。好，但是呢，有人非常的看好 DeepSeek， 也有人认为说 DeepSeek 根本就是这个技术整个都被市场给高估啦。原因就是包括我们先前谈的非常多，这个真6的技术，他们认为说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是很容易就会被快速的复制的。另外，半导体的研究机构，这个是 SemiAnalysis 也特别针对 DeepSeek 它的这个支出来做了一个预估。他说，在硬体跟前期的运营上面投入的金额是16亿美元，其中 GPU 的成本就要5亿美元，这个是远远超过当初所预估的数百万美元的金额的。好，我们刚刚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很担心 DeepSeek 的崛起，但是企业界黄仁勋反倒不是这么的担心。原因是什么？是因为 DeepSeek 他认为说我牢牢的掌握住你了吗？因为我有这个大语言的模型，那你这些小模型应该主要都还是依赖我吧？是因为这样子吗？那在 AI 的竞争中，我们要持续的来关注了。算力是未来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吗？委员怎么看？所以我想，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教 AI 啊，所以我对于 DeepSeek 一直都很关注哦。外界对于 DeepSeek 一直有几个重要的误解，我要在这边帮大家澄清一下。第一 ，DeepSeek 不是小模型 ，DeepSeek 本身就是一个大模型，没有一个小模型可以领先到这些大模型的表现的，不管是 DeepSeek V3、DeepSeek R1、DeepSeek 我们现在看到的绘图的这些模型，它其实都不是小模型。那么第二个外界一直在批评说 DeepSeek 就是用真6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这些科技界的人士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见不得别人好就说这是真6就用真6的方法。可是各位知道，真6的方法不是 DeepSeek 先发明的。2023年 Google 自己第一次就在一个 paper 当中发表了所谓真6的算法。所以真6的算法不是 DeepSeek 的独门武器，大家都在用真6。各位看一下 ChatGPT 从3到3.5到4到4O， 它难道不是真6吗？它每一次都要从头算一次吗？它哪有这么多时间，哪有这么多精力，哪有这么多资源？所以当然这些模型的升级过程当中，本来就是在用真6的方法。什么叫做真6？真6就是我有一个老师的模型叫做 Teacher Model， 同时我有一个新的训练的模型叫做 Student Model。我把老师模型的输入跟输出正确的答案拿来作为学生模型训练的内容，这就叫做真6。所以呢，学生模型在有一部分的内容学习过程当中，不需要用大量的外界的资料来做深度学习，它就可以知道问题跟答案究竟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做法。但是我要强调的问题来了，大家在说 DeepSeek 的成功就是因为靠真6。如果它真的只靠真6，学生模型永远不可能赢过老师模型的。所以真6只是模型提升过程当中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模型本身必然要有它独到之处否则 DeepSeek 的 V3、DeepSeek 的 R1 凭什么能够跟这个 OpenAI 的这个 4O 跟 OpenAI 的 O1 能够等量齐观？它必然有它特殊的地方嘛。所以这是第二个大家对于 DeepSeek 我认为外界西方特别污名化的原因。那么对于 DeepSeek 来讲，为什么这个对外界来说会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其实最重要的关键不在于其他的东西，而在于一个点，就是它居然能够用所谓这个辉达 NVIDIA 当时专门为中国大陆客制化的低阶的这个 GPU 来完成它训练的过程。就是当时在美国的全面打压之下，它不准辉达卖 A100 给中国大陆，不准辉达卖 H100，所以辉达自己打造了一个叫做 H800这个数目看起来很大，可是它相对是比较低阶的，它比 A100 还要低阶所以当时当 DeepSeek 对外宣布说它是用 H800 这样低阶的这个算力的 GPU 来完成它的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的话，当然就造成了外界高度的关注了。因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美国现在就算全面的封杀它高阶的 GPU 晶片，也不会影响中国大陆 AI 的发展。
如果今天 DeepSeek 能够走出这一条路，现在看起来它显然是用了几个特殊的演算法，包含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比如说量化的方式，比如说减脂的方式，比如说蒸馏的方式，它同时还创造了其他几个不同的演算法。所以 DeepSeek 的这些工作团队很骄傲的说什么？他说：“西方对我们的硬体封锁，我们靠软体来突破，是因为他们在算法上做了改进，所以他们不需要依靠这么强大的算力。那回过头来讲，黄仁勋为什么老神在在呢？黄仁勋当然老神在在，外界对 DeepSeek 有一个过度的期待哦。他说 DeepSeek 现在推出来之后，以后就不用辉达了，现在讲还言之过早哦。DeepSeek 现在正在全面想办法要跟华为的升腾 910B 结合，但这个结合上有一个先天上的软体的困难。就为什么辉达可以绑架全世界的 AI 产业？那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作业环境，叫做 CUDA。所有你要连接辉达 GPU 的时候，你都要从 CUDA 的这个作业环境来进去。辉达之所以吃死 AMD， 就是在这一点啊，就是 AMD 的软硬体的整合上没有辉达的强。所以，尽管到现在我们看到 DeepSeek 宣称说它不要靠CUDA，它虽然不靠CUDA，可它还是靠了辉达CUDA更底层的一层技术。所以，如果今天这个 DeepSeek 还是要仰赖这样的技术，那么当然对黄仁勋来说，他老神在在。反正你既然要用我的这个底层技术，我记得应该叫做 PTX，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那你还是要用我辉达的晶片呢。那么第二个特点是黄仁勋为什么要老神在在的原因，是因为反正你买 A100、H100、H200 或H800都是买我辉达的，所以黄仁勋不可能放掉中国大陆的晶片市场的。就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市场几乎占全世界的一半的。就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中国大陆的晶片的这个采购，对辉达来说等于是致命性的冲击。所以在现阶段对辉达来说影响并不大，可是对欧美国家全面的做硬体跟科技围堵的这些政治人物来说，当然会让他们胆战心惊啊，因为他们会发现说原来。我不要 H200， 不要 H100， 不要 A100，就用 H800更低阶的，中国大陆都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啊。所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DeepSeek 还是一定要依赖在辉达的晶片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可是我刚刚讲到了，其实DeepSeek 他们很聪明哦，他们也试图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嘛，因为我相信他们也都能够理解到，美国不会放弃继续围堵他们的机会，也许接下来就会对辉达做全面的封锁了，所以。事实上 ，DeepSeek 现在正在想办法跟华为的升腾 910B 做连接。升腾 910B 的算力能力大概可以对标 A100，也就是比 H800 还要高。所以如果它能够完成对标的这个作业环境的软体作业的话，当然这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工作当然不能够只靠 DeepSeek， 这还要靠华为的技术团队啊。就华为的技术团队如果能够建立一个类似像 CUDA 这样的作业系统，那么当然华为的升腾 910B 将来在中国大陆所有的 AI 产业里头都可以被普遍的应用。所以总编辑，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辉达它是老神在在，觉得说 DeepSeek 一定会需要用到它的技术。那它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动作？你怎么看？我想，这个从黄仁勋在这个川普就职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很多地方走透透啊，那拜访了包括半导体，也拜访包括这个机器人，还有相关的一些产业业者或厂商。其实很明显，他是要扩大和中国大陆市场的连结和合作。我认为这个趋向是非常的明显。当然，刚才大前研委员也有讲到，美国政府还会祭出一些可能目前能想到的。各种方法进行一个围堵，因为政治人物和产业界的人士，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很多美国大公司的一些 CEO、一些重要的高管或一些科技界人士，认为这种围堵其实它的效果是有限的哦，你是逼着人家自立自强，走出自己的路。但政治人物思考可能不是这个层面，他可能思考更多的是国家这个竞争这个层面，因此可以围堵多少算多少。但总体来讲，黄仁勋事实上看到一个中国大陆未来高科技产业的未来一个方向。他认为不只包括半导体，还有现在像包括机器人，还有我们之前有谈到的这个所谓的低空经济，像这个强大的算力和 AI 整体技术，它还是蓬勃的发展。因此，从黄仁勋这样的一个表态和他一些积极奔走，还是试图要这个在其中找到一些商机，让辉达未来能够因应局势的变化，还是有一席之地。但我认为对于美国政府来讲，事实上对于 DeepSeek 这个现象，我认为他们可以出的牌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像这个高阶 GDP 这个限制，现在发现人家用低阶，而且数量不要那么多，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能。另外，他之前还寄出像人才。
美籍的人士甚至在美国有学习过的，是不是都要禁止你参与中国大陆这个 AI 产业的发展？后来发现 DeepSeek 它用很多都是本土自己培养的高科技人才，因此对于美国政府来讲，未来除了这个防漏，除了目前框架继续这个小院高墙以外，我认为它的牌似乎是越来越少。当然，这个中美两国的这方面竞争，我认为对全世界有好处，特别对于 AI 发展来讲，对大部分国家来讲不是那么高不可及。我想 DeepSeek 给大家的一个启发就是。你发挥你的创意，从目前的这个环境里面积极求新求变，你还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子。DeepSeek 对于全世界，我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一场科技战，美国政府的小院高墙持续的下去之下，其实我们看到业界有很多的反弹的声浪。除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辉达之外，其实现在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叫艾利森，他也是同时是政治人物，前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他就是感叹说，因为呢受到政治力的干扰，所以呢影响到了美国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怎么会这样说？原本就是因为呢，其实 DeepSeek 它的核心工程师这位是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位年轻人潘子正，他原本其实是辉达他们的实习生然后结果毕业之后，他决定要选择进入到北京的 DeepSeek。当时 DeepSeek 其实观众朋友知道还没有红起来，当时团队里面其实只有3个人，所以呢，他的加入，潘子正的加入，他算是非常的有前瞻性看到了未来的重要性，所以他是第4位在里面工作的人。那这一位教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艾利森，他就说了，所以这个美国留不住中国科技人才的问题，回流到中国，这是受到政治力干扰的。文嘉老师怎么看？那的确因为在美中的政治对立它其实不是有政治，因为政治会引申到包括科技、包括军事、包括外交包括等等一些领域包括安全那所以我想这次这个美中这个政治对立这几年来，从川普第1任到了拜登，到现在他第2任这么长时间，他将近10年的时间其实这个美国呢对中国的这个留学生呢是采取了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不管是他的一个技术管制跟他的一个签证的政策，都采取了非常严苛的一个条件那尤其呢对这个中国的留学生跟研究人员他们动不动就拿出这个国家安全的疑虑来进行审查然后引发这些留学生对这个他们的安全跟这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那当然就会导致很多中国的这个科技人才会去选择回国。那当然了，这是在一个推的一个部分。那中国在这个拉的部分呢，那当然它也因为中国最擅长就是国家补贴，一切都国家补贴。好，你回来我就给你营造很好的一个条件让你能够回来发展。所以你看刚刚您所讲的这个潘子正呢，就是原来是在辉达，结果他选择回来北京那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留不住我就回到中国，反正是。这个就像这北风你不让它流，就它一定要吹着冷风，然后就把这个人呢给吹回北京那因此呢，我觉得说对美国的一个 AI 长期发展当然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才以中心资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呢，不管到哪个地方呢，其实学习能力都非常之强而且呢，你看他们去美国呢，其实他们都非常刻苦的，因为像北京清大这些学生其实到哪个地方其实他们都有韧性就是学习的韧性引发的韧性那其实这样对美国而言呢，其实它的 AI 的发展是会处于慢慢的一个影响力，所以现在川普呢，他就想到一个最好的方法，反正呢我一定无所不用其极来打压你的这个 AI 的科技，为什么？他用经济来做祭旗，他高关税让你好你很容易研发，我就用高关税来整顿你。第二个，本来是全球一体化的，因为全球一体化给中国带来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贸易跟所谓的一个 GDP 一个红利他现在把你全部呢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全球化就由美国来主导，让你中国的东西流不出来靠关税嘛。那因此呢，我觉得会变成两败俱伤的情况之下，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情况呢还是需要美国跟中国好来做一个审视，说如何两强合作。然后如果互相残害的话，可能会也导致呢这个科技的退步，甚至引起国家的跟世界的一个动荡。